即使你从未期望得到回报，狗也永远不会忘记给予它们的善意。所以，当这只小狗终于见到把它从街上救出来的男人时，它的反应让所有人都流下了眼泪。飞机几小时后就要起飞了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但在回家的路上，一声无奈的呜咽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西蒙的这一天忙得不可开交，他有几小时后要赶的飞机，但他决定在出发前先处理一些家里的事务。不幸的是，这花了比他预期更多的时间。他叫了一辆出租车送他回家，但交通很快变得拥堵不堪。他知道，如果继续待在车里，他会迟到的。所以现在他尽可能快地走回家。在走的过程中，西蒙左拐，走上一条他从未走过的小路。这条路本应该是通往他居住社区的捷径，但一到那儿，他就明白为什么许多人宁愿走更长的路。他注意到周围有几只流浪狗，那些没躺着的狗正尽可能地寻找食物。西蒙是一个经常在空闲时间志愿在不同动物收容所工作的人，他对眼前的景象感到不快，但此刻他无能为力。他继续走回家，心里想着等回去后打电话给他合作的一个收容所，报告这一情况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一个无法忽视的声音，虽然很微弱，但听起来很悲伤。他能感觉到那是一个求助的哭声。虽然他已经担心赶不上飞机了，但他不能动身，直到找到声音的来源。呜咽声再次传来。西蒙循着声音走到一辆被遗弃的面包车前，车门毁坏，车的大部分零件都不见了。但当他看到后座时，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来源。后座上蜷缩着的是一副他从未在志愿工作时见过的景象。小狗的眼睛是闭着的，看起来只有几周大。它躺着的座位很脏，但这不是让他心碎的原因。小狗害怕且孤单，身上大部分覆盖着婴儿鳞片状的斑块，这使得它看起来异常可怜。它看起来像是小狗正在变成僵硬。西蒙知道，覆盖在它身上的斑块被称为疥癣，通常出现在被忽视或遗弃很长时间的狗身上。它的爪子长得很长，下面积满了污垢，还有苍蝇在周围嗡嗡叫，让小狗无法安宁。小狗在颤抖。当西蒙仔细观察时，他意识到小狗身上没有毛，这让它无法抵御空气中的寒冷。西蒙小心翼翼地靠近面包车，但小狗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。它依然完全蜷缩着，发出轻微的呜咽声，表明它正在受苦。西蒙不知道小狗在那里待了多久，但即使他急着赶飞机，他也无法离开它。他从包里拿出一包狗饼干，这是他买来准备回来后带去动物收容所的。但如果他不这么做，就无法引起小狗的注意。西蒙打开饼干袋，伸出手轻声邀请小狗吃点东西。几分钟内，小狗都不理他。但西蒙不是轻易放弃的人，他又在手里放了几块，再次伸出手。他还摇了摇袋子，希望能通过气味和声音吸引小狗的注意。最终，小狗忍不住了，把头转向西蒙的手，迅速地吃了起来。西蒙又在手里放了些饼干，小狗再次吃了，试图满足它的饥饿。在它短暂的生命中，它从未真正受到人类的善待，对人类有些警惕，但这是它无法拒绝的善意。西蒙把饼干全都倒在座位上，小狗吃到一块不剩。现在他得到了小狗的注意，他靠近它，开始轻抚它的头。小狗稍微皱了皱眉，但在认出西蒙温柔的触摸后，慢慢放松了下来。它靠了过来，享受着人类的善意，可能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温暖。小狗抬头看着他的救助者，西蒙再次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，他的小眼睛充满了悲伤。小狗
似乎已经对自己的命运认命了。他不再有活下去的意志，只能依靠他人偶尔给予的少量善意生存。由于感染和周围的苍蝇，其他流浪狗都远离它，覆盖在它身上的硬斑块也影响了它的行动，使它很难外出觅食。西蒙继续抚摸着小狗的头，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。他看了看手机，注意到只剩下3个小时就要准时赶上飞机了。他家里还有一些打包的事情要做，但他无意再让这只小狗自生自灭。他脱下外套，小心地把这只可怜的动物放在上面。他脑子里只想着让小狗安全，随后给他认识的一位兽医打了电话，寻求帮助。兽医诊所离他不远，他立刻赶了过去，一路上不断安慰小狗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看到环境突然变化，小狗用仅剩的力量挣扎着，试图摆脱西蒙温柔但坚定的握持，但西蒙没有放弃。直到他们到达兽医诊所，兽医几乎在他们到达的同时就把西蒙叫进办公室，开始检查小狗。这是兽医见过的最严重的病例之一，感染已经扩散到小狗身体的大部分部位。兽医很惊讶，西蒙竟然还能找到它活着。他解释说，疥癣在小狗身上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，治疗起来会很困难。然而，兽医表示，通过精心的护理还是有可能治愈的。但他也警告说，感染可能会对动物造成持久的影响，它可能再也无法长出毛发，这可能会影响它以后的生活质量。但这不是西蒙的首要关心，他在乎的是小狗能得到最好的照顾，因为他将出国2个月，无法亲自查看它的情况。他请求兽医尽一切努力确保小狗能活下来。兽医答应会随时向西蒙报告小狗的进展。于是西蒙离开了。幸运的是，西蒙及时赶到了机场，赶上了他的航班。虽然他有些遗憾不能亲眼见证小狗恢复健康并快乐的生活，但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希望兽医能信守承诺。每过1周，小狗慢慢恢复，但过程很艰难。它与多种感染做斗争，需要使用抗生素和补充剂。它的身体也需要每天多次消毒和清洗，以帮助去除那些让它痛苦的斑块。由于疥癣和过长的爪子，小狗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能行走了，现在必须重新学会如何移动。正如兽医所说，小狗没有显示出任何能再长出毛发的迹象。兽医必须格外小心，确保小狗始终保持温暖。3个月后，兽医联系了西蒙，告诉他好消息，小狗已经康复了。由于西蒙没有表示有兴趣收养小狗，兽医联系了一家动物收容所，他们愿意接收小狗。这家动物收容所还提供了训练，帮助小狗应对在街头生活时的创伤。小狗仍然很害羞，对人类表现出一些不信任。收容所希望在小狗长大之前解决这些问题，这样小狗在被收养后可以更容易适应人类家庭。西蒙还没有从旅行中回来，很快就同意了兽医的安排。他从心底里希望小狗能找到一个永久的家，把在街头生活的创伤抛在脑后。西蒙继续在海外工作，现在知道小狗已经安全无恙，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事情上。他和兽医停止了联系，等到他5个月后回到国家时，几乎已经忘记了他救过的小狗。回到国家后，西蒙有一天收到了来自动物收容所的邮件。他打开邮件，发现里面有一张小狗的新照片。小狗的眼睛不再充满悲伤，而是闪烁着活力和幸福。西蒙感到一阵温暖，他知道小狗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然而，当他傍晚散步回家时，
他想起了当天发生的事情，以及那个发现有多么出乎意料。他回到了发现狗狗的那个角落，注意到虽然救护车还在那里，但流浪狗的数量已经减少了。当他那天晚上回到家后，他打电话给兽医，他想询问小狗的情况，并急切地想听到好消息。兽医低沉而严肃地告诉西蒙，小狗仍然在动物收容所，那里工作人员非常担心它，因为小狗没有毛发。大多数来收容所领养的人都忽略了它，大多数从收容所被领养的动物都是小狗。工作人员担心，随着小狗长大，找到家的机会会越来越少。西蒙原以为小狗现在应该已经被领养了，因此他从未再尝试查看小狗的情况。发现这一事实后，他感到非常难过，于是向兽医要了收容所的号码，承诺第二天一早去看望小狗。第二天一早，西蒙到了收容所，工作人员已经得知他要来，并准备把小狗带来见他。然而，西蒙不确定小狗是否还记得他，毕竟他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。当时他们见面时，小狗并没有仔细看他的脸，即使小狗不记得他，西蒙也想确保他没事，并尽可能参与到他的生活中。然而，西蒙的担忧很快消失了。当他和小狗四目相对时，毫无预警的，小狗从工作人员的怀里跳了出来，朝西蒙跑去。他兴奋地叫着，在西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之前，小狗就跳进了他的怀里，舔着他的脸。动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从未见过这只小狗对任何人如此兴奋过。他们听说过西蒙救了他，但看到一个脆弱的动物如此激动的反应，温暖了他们的心。小狗紧紧抱住西蒙，没有放手。他跟着工作人员讨论更多关于狗狗的事情。尽管它仍然没有毛发，西蒙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巨大变化。感染已经消失，小狗看起来大了很多，营养也很好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他不会相信这是他9个月前见到的同一只小狗。动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证实了兽医告诉西蒙的一切，他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和书面文章中发布了关于小狗的广告，希望能找到愿意领养它的人。虽然许多人捐款帮助小狗，但没有人表现出想要收养它的意愿。工作人员还担心，看到其他动物找到永远的家，会让小狗感到被冷落和再次悲伤，但他们没有其他办法让别人想要它。尽管西蒙一直在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，但他从未养过宠物。他总是忙于出国旅行，从未认为自己有能力全职照顾一只动物。然而，看到小狗幸福地躺在他的怀里，注视着他，他无法忍心离开收容所，留下小狗。他问工作人员是否可以由他来领养小狗。工作人员感到惊讶，但立刻同意尽快处理相关文件。他们需要确认西蒙有适合照顾小狗的环境，而且由于他的特殊情况，西蒙需要知道一些特定的护理知识。2周后，领养手续通过，西蒙带着小狗回家。他给小狗取名为多比，买了衣服和玩具来陪伴它，尤其是在他不在家的时候。他仍然需要旅行，但设法缩短每次旅行的时间。当他必须离开时，朋友们会帮忙照看多比。有时旅行时间较长时，他会请一位看护人。每次不得不离开时，西蒙总是感到内疚，但回到家看到多比兴奋地迎接他，这种内疚感就烟消云散了。这段经历让他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纽带，这种纽带不会消失，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。看完以上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
欢迎点赞、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。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下个视频见。